聊到巴西球员的故事，你通常会听到这样的标签：天才，下一个罗纳尔多，或者下一个内马尔。因为在足球世界里，巴西似乎从来不缺少天赋异禀的球员，一代又一代的天才层出不穷。但有一位巴西球员却显得格外特殊。他的成长路径与大多数巴西天才完全不同，他的天赋并不出众，接触足球的时间也相对较晚，童年时期甚至没有在巴西任何一家顶级俱乐部接受过系统青训。然而，就是这样一名非典型的巴西球员，如今却站在英超的舞台中央。他现在高居英超射手榜第2位，在当赛季中打破了巴西球员在英超的进球纪录，同时他也成为英超球队布伦特福德队史最昂贵的一笔引援。把时间拨回到1年前，他还因为伤病困扰，很少能够出现在正式比赛中，出场时间零散，也谈不上有稳定亮眼的表现。那时的他并不被外界所看好，但在伤愈归来之后，一切发生了改变。他迅速找回状态，在25到26赛季迎来了爆发，逐渐成长为英超最出色的前锋之一。他就是伊格尔·迪亚哥。今天这期视频，我们就来聊聊他的故事。在巴西，足球从来不仅仅是一项运动，对很多人来说，它更像是一条通往成功甚至改变命运的道路。无数巴西球员在成为职业球员之后，从贫穷的环境中走出来，完成从穷小子到富庶阶层的跃迁。在巴西，这也让足球在巴西社会中承载了更多现实的意义。而在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环境里，天赋往往会在很小的年纪就被分辨出来。有天赋的孩子会被俱乐部提前选中，进入豪门青训体系，接受更加系统专业的训练，同时也拥有更多发展的机会。而那些没有进入豪门青训体系的球员，则往往要走一条更艰难的道路。他们需要更长的时间去证明自己，去争取属于自己的机会。但有意思的是，伊格尔的故事却完全不一样。他从小并没有梦想成为一名职业的足球运动员，也从未把足球纳入自己的人生规划之中。足球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个目标，而更像是一种偶然的选择。他真正开始接触足球，是因为他的哥哥。在他很小的时候，哥哥就已经成为一名职业球员。正是受到哥哥的影响，他才开始尝试接触足球，慢慢走上这条足球的道路。但在伊格尔13岁那一年，他的人生发生一次重大的转折，他的父亲去世了。这件事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。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变故，带来的不仅仅是情感上的缺失，更是现实层面的冲击。失去了父亲之后，家庭的经济状况也随之变得不再稳定。生活的压力一下子落在了这个年仅13岁的少年身上，他不得不比同龄人更早的面对现实，去承担一些本不属于这个年龄的责任。13岁的他开始做各种各样的工作来贴补家用，他帮人搬水果，在市场上来回穿梭，给顾客提购物袋，赚取一点微薄的收入，也会去洗车，换取一天辛苦劳作后的报酬。有时候他还会和亲戚一起做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。长时间的体力劳动不仅消耗着他的身体，也在不知不觉中让他身体变得更加结实、更加强壮，也为他日后职业生涯打下了一定的基础。后来，随着哥哥成为职业球员，家里的生活状况才稍微有一些好转。也正是这个阶段，他开始慢慢意识到，原来踢足球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，甚至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。从那一刻开始，他态度发生了变化。他开始认真的训练，不再只是尝试，而是带着目标和方向，努力朝着成为职业球员的道路前进。但现实依旧很残酷，在青年时期，伊格尔并不是一个被认为有天赋的球员，没有俱乐部愿意主动给他机会，他的名字也从未出现在那些被重点培养的名单之中。好在他的哥哥在关键时刻帮助了他。当时他哥哥效力于格雷米奥俱乐部，在他的推荐和帮助下，俱乐部愿意给伊格尔一个机会，他要从室内5人制足球开始，慢慢适应职业环境。而伊格尔在回忆这段经历时也非常坦诚，他说：“我之所以能够在格雷米奥获得这个机会，完全是因为我哥哥在队里的关系。”
16岁那一年，伊格尔加入了巴西第3级别联赛的球队韦雷俱乐部。在这里，他开始代表球队参加巴西南部地区的联赛，逐渐进入职业足球的轨道。虽然当时的舞台并不大，但他的表现还是引起了更高级别联赛的关注。很快，他被巴以联赛球队克罗塞罗的球探所注意。2019年，在伊格尔18岁的时候，他正式加盟克鲁塞罗俱乐部，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职业球员。加盟之后，他很快就获得了一些出场机会，也逐渐进入一线队的轮换阵容之中。看起来他的职业生涯正在朝着一个正常的发展轨道前进，但现实并没有那么理想。在克鲁塞罗效力的3年时间里，他的整体表现只能用平庸来形容。3年时间，他一共出场了64场比赛，作为一名前锋，仅仅打进了10颗进球。从数据上来看，这样的效率显然难以让人满意。事实上，伊格尔并不是没有优势，他拥有出色的身体条件，在对抗中往往能够占据上风。但问题在于，他始终没能把这些身体优势真正转换为稳定的进球能力。而在巴西职业联赛，前锋这个位置从来都是竞争最激烈的位置之一，这里从不缺少进攻球员。如果无法持续进球，就很难长期占据一个稳定的出场位置。当时的伊格尔正处在这样一个困境之中。虽然俱乐部并没有立刻放弃他，但如果继续维持这样的表现，他职业生涯很可能逐渐走向边缘，甚至离开职业足球的舞台。于是，在2022年初，他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。他主动对自己的经纪人表示，希望换一个环境，离开巴西，到其他国家去寻找新的机会。随后，经纪人向他推荐了保加利亚联赛的冠军球队卢多格雷兹。2022年3月，伊格尔离开了巴西，前往了保加利亚，开启了一段全新的旅程。或许在那个时候，他自己也没有想到，这一次看似普通的转会，最终会成为他通往欧洲5大联赛的重要跳板。在加盟球队初期，伊格尔并没有获得太多一线队的出场机会。对一名刚来新环境的年轻球员来说，这样处境并不轻松。但伊格尔并没有因此消沉，相反，他选择主动寻找解决的办法。他向俱乐部提出，希望能够下放到2队踢球。原因很简单，他需要比赛，需要上场时间，需要通过不断的比赛来保持自己的竞技状态。进入2队之后，伊格尔的表现非常的出色。在更稳定的出场时间下，他逐渐找回了比赛的节奏，也慢慢建立起了信心。很快，他就重新回到一线队，并开始以首发球员的身份为球队出场比赛。随着比赛场数的不断增加，他的状态也在持续提升，进球数也开始逐渐增长。他依靠着自己的出色身体条件，一直是在对抗中占据优势，为球队创造机会。更重要的是，那些曾经在巴西没能完全掌握的技术，在保加利亚联赛的比赛中开始被不断的打磨，并逐渐转换为实际的进球数据。一个赛季下来，他一共打进了21颗进球，同时也帮助球队成功卫冕联赛冠军。虽然保加利亚联赛整体水平相对较低，但伊格尔的表现依然引起了其他俱乐部的注意。其中，比利时的布鲁日俱乐部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在卢多格雷兹效力仅1年之后，2023年6月，伊格尔正式转会前往比利时，开始了自己的比甲联赛之旅。伊格尔以790万欧元转会加盟布鲁日，这笔交易也刷新了当时保加利亚俱乐部历史上最贵的转会费记录。在保加利亚联赛，他已经证明了自己具备稳定的进球能力。但来到比甲联赛，他即将面对一个全新的问题：他能否在更高水平的联赛中继续做到这一点呢？在布鲁日，他并没有经历太长的适应期，很快他就在球队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。教练组逐渐将他安排在进攻端最核心的角色上，让他成为球队最后一击的终结者，而他也用进球迅速给出了回应。加盟仅1个月，他就在联赛中为球队取得进球。在欧战赛场上，他同样能够打入关键进球。面对更高强度的对抗以及更加复杂的比赛节奏，他的表现依旧稳定且高效。整个23-24赛季，他在各项赛事中一共打进了30颗进球，不仅帮助布鲁日拿下联赛冠军，也让球队在欧战中走得更远。曾经在巴西联赛苦苦挣扎的他，在布鲁日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蜕变。而这种蜕变不仅仅体现在进球的数字上，在前场压迫、防守对抗以及作为进攻支点参与球队传导方面，他的战术价值也在不断提升，逐渐变得更加全面。到了24-25赛季，英超球队布伦特福德决定将他带到英格兰，他们为此向布鲁日支付了高达3800万欧元的转会费。
这笔交易同样刷新了比利时联赛历史最高转会费纪录。短短2年时间，伊戈尔完成了从保加利亚联赛到比甲再到英超的2级跳跃。但是来到英超之后，伊戈尔甚至还没来得及在联赛中稳定出场，就遭遇了一次严重的半月板伤病。这次伤病几乎打乱他整个赛季的节奏。在自己的第一个英超赛季里，他只为球队出场寥寥几场比赛，大部分时间都在场下进行恢复和调整。对于布伦特福德这样一支英超中游球队来说，3800万欧元的转会费绝对不是一笔小数目。而伊戈尔的第一个赛季几乎是在伤病中度过的，也正因如此，外界和球迷开始质疑这笔转会真的值得吗？但到了25到26赛季，一切开始发生了改变。随着伤势的完全恢复，伊戈尔重新回到赛场，并迅速找回了状态。在赛季开始阶段几场比赛中，他连续取得进球，用最直接的方式回应了所有的质疑。其中，在对阵曼联的比赛里，他更是上演梅开2度，帮助球队击败对手。这场比赛也成为他赛季初最具代表性的表现之一。进入11月之后，他的状态进一步提升。在短短4场比赛中，他一共打进了5颗进球，凭借出色的表现，当选了英超当月最佳球员。截止我写稿的这段时间，也就是2026年3月18号，伊戈尔已经在联赛中打进了19颗进球，排名英超射手榜第2位。一个赛季的爆发表现，让他成功入选了巴西国家队。从一个没有被体系选中的球员，到一步步进入职业联赛，在不同的环境中不断证明自己，再到如今站在英超的舞台中央，成为顶级联赛中最具威胁的前锋之一。他虽然不是天才，但靠着努力走到了现在。这就是伊戈尔·迪亚哥的故事。如果视频让你更加了解他，请点赞分享。这里是节目，那我们下个故事再见吧，拜拜。